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。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有味道的印度电影《厕所英雄》。男主大力大学没上完就继承了家族企业，做了村里的电动车总代理。这天，大力的弟弟打来电话，催他赶紧回家结婚。婚礼正式开始，新郎大力牵着他迷人的新娘大牛入场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大牛他真的就是一头牛。因为大力爸爸是个迷信的印度教徒，他表示大力命里缺妞，妞牛扭牛，想要妞就得先娶头牛，或者娶一个有2根拇指的女人。这天，大力和弟弟充当人肉快递，去隔壁村送车。在火车上，大力遇见了女主二妞，不愧是印度片，在厕所门口都能一见钟情。大力开始361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偷拍二妞，二妞以大力学历低为由拒绝了他。然而当大力选择放手以后，二妞又开始361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偷拍大力。我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爱情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总之，二妞也爱上了大力。为了应付自己那个迷信的爸爸，大力给二妞做了个假手指套，俩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就在婚后的第一天晚上，凌晨4点，二妞就被村里的妇联给叫醒了。妇联邀请二妞结伴去野外方便，还说得抓紧时间，不然天就亮了。二妞愤怒地质问大力：“你咋不早跟我说你家里没厕所？”大力却不以为然地表示：“女人每天凌晨跑去野外方便没毛病啊。”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在印度70%以上的农村家庭是没有厕所的，他们都选择在户外排泄，原因你们绝对猜不到，那就是因为他们太爱干净了。印度人认为排泄物是肮脏不堪的，所以不能容忍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家，况且在自家建厕所还得定期打扫。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教徒看来，扫厕所这种肮脏的活是低种姓人干的，在户外接受干净卫生，还能接近大自然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这缜密的逻辑竟让我无法反驳。由于男女生理构造不同，男性可以随时随地在户外如厕，女性就惨了，白天只能憋着，然后后半夜结伴找个隐蔽的地方解决。印度人的家里没厕所，所以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公共厕所。咱们接着说剧情，二妞家里都是文化人，不迷信这套，所以家里是有厕所的。高学历高素质的二妞当然不能接受随地大小便，于是跟大力说，要是没厕所，咱们就只能精神恋爱了。大力蒙圈了，他不能接受新婚第2天就只有精神恋爱，于是开始对他爸旁敲侧击：“爸，我昨天卖出了8台电动车，刺激战场也吃鸡了，现在准备建个厕所庆祝一下。”你刚说啥？电动车啊？不是这句哦，吃鸡了。最后一句，建个厕所。大力爸爸炸了，他说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但儿媳妇明显是读书读太多，已经坐上了人类进步的电梯，竟敢挑战咱们的露天厕所文化。大力从没想过厕所成了自己爱情里最大的绊脚石。他记得鲁迅曾经说过，没有什么是一个厕所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没有厕所，那就去外婆家上厕所。于是第2天带着二妞来到了外婆家，可自尊心强的二妞却觉得自己这样做和小偷没啥分别。有天二妞实在忍不住了，还是去野外上了厕所，要不然怎么说缘分天注定呢？大力爸爸正好经过这片希望的田野，看到了正在方便的儿媳妇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连摩托车都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。心情糟糕的大力和几个兄弟喝酒，突然聊到火车每天会在村口停7分钟，于是大力每天骑小摩托送老婆去蹭火车的厕所。这一招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印度国情了。问题解决，日子回归平静，但是进度条告诉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天二妞被别人的行李堵在厕所出不来，火车把她直接带回了娘家。这次二妞彻底暴走了，她跟大力说，要是再没有真的厕所，连精神恋爱也别想了。为了证明自己比一个马桶重要，大力在剧组偷了一个移动厕所。就这样，大力顺利的蹲了几天监狱。二妞的妈妈劝二妞见好就收，赶紧回家过日子，但二妞的爸爸和爷爷却非常支持二妞的做法。据统计，印度60%的强奸案都发生在女性外出如厕时，所以在家里上厕所不仅保护了女性的人权尊严，也保护了女性的人身安全。大力也认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厕所的问题，他向村委会提议修建公共厕所。村长表示，这简直是崇洋媚外、欺师灭祖、大逆不道，没有一个人站在大力这边，包括作为受害者的广大妇女同胞。二妞上网查到，政府曾经拨过一笔钱专门用来修建公厕。大力来到了有关部门质问，官员却表示，我们确实盖了不少公厕，但是村民不但不用，还把这些公厕全部改造成了临街底商。另一边，大力的爸爸在院子里捡到了二妞不小心丢的假手指，愤怒的质问大力，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的神明。大力也终于下决心反抗父亲，他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，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个厕所。谁知道还没等接二妞回家，大力的爸爸居然找人把厕所给砸了。绝望的大力给二妞打电话，二妞说他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放出俩人离婚的消息，把这件事情闹大。毕竟在离婚率只有1%的印度，因为一个厕所离婚，在印度人眼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情。很快两个人因为厕所离婚的事就被媒体争相报道。二妞表示，不仅官方要为这件事情负责，那些不站出来反对的妇女才是纵容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。事情还是没啥进展，大力决定带着二妞私奔，二妞却认为自己不能逃避，应该继续为女性权益战斗下去。两个人忍痛决定真的去离婚。随着事件慢慢发酵，农村的妇女们渐渐醒悟过来，她们开始奋起反抗，争取上厕所的权利，组织了很多起没厕所就没老婆的游行抗议。大力的奶奶因为起夜上厕所不小心在家门口滑倒，只能就近去大力建的厕所里解决。这件事情也让大力的爸爸有所醒悟，事情愈演愈烈，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。但是全国建造厕所的提案要经过7个部门的层层审核，流程再快也要11个月。领导说这些人就是没被尿憋过啊，他下令给所有办公室的厕所上了锁。就这样要11个月才能审批的文件，在大力和二妞正式离婚之前就审批完成了。大力和二妞没有离婚，他们不仅保住了自己家的厕所，还推动了印度女性厕所运动的发展。两个人也终于过上了没羞没臊但是有厕所
所的幸福生活。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关于厕所问题，咱们国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，毕竟有一个隐蔽的空间方便，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但是在印度的文化背景下，在农村推行厕所制度比计划生育还难。在我们的认知中，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低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但从他们的电影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很多时候印度人比我们更懂得尊重女性，他们正在尝试用自己的方法为广大女性争取她们应有的权利。近年印度电影在国内表现不俗，这部《厕所英雄》和《摔跤吧，爸爸》《神秘巨星》一样，都是反映女权觉醒的电影，期待也能在国内上映。最后再给大家来个小科普，电影里妇女凌晨去野外方便时会提着一小罐子水，这个并不是夜壶，而是上完厕所之后洗手用的，因为大部分印度人上大号是不用纸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听边边说大片的记得分享一下，来了个来。